川普的关税元年要拉开序幕了，对全世界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川普总统重回白宫，关税人又要出动了，到底呢对全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冲击跟影响？今天呢用一点简短的时间带大家来好好梳理梳理啊，好好整理一下。好，那我们就来讲了，这个川普重新回到白宫了。那其实现在呢一直有一个风声说啊，川普心中最喜欢的一个法律一个条款，就叫做 IEEPA 这样的一个条款。你说那是什么啊？那就是最近啊看到了这个川普心里头他有一个理想国理想世界的一个蓝图，他说他要宣布美国进入到经济紧急状态，跟那个南韩尹锡悦宣布的那也差不多。然后呢宣布了紧急状态之后呢，哇，总统突然变好大，总统就可以决定所有的政策。好，那这个美国的这个 IEEPA 这样的一个这个条款就是啊，一旦国家被宣布啊经济紧急状态之后，那美国总统就可以按照这个 IEEPA 啊，叫做国家经济紧急权利法案，总统他就有那个无上的权利，可以拿来干嘛呢？拿来决定啊这些国家的进口相关事务，关税要怎么定啊？我要进口哪些东西啊？我不要进口哪些东西啊？我哪些东西关税要0，哪些东西关税要3万，都可以按照总统的心意来决定啊。也就是呢，我一个人就决定就好，我不用再经过什么国会，经过一大堆什么议员，狗屁叨叨鸟事一堆，我还要去国会跟你报告，还要协商，还要干嘛？不用，川普我说了算。所以呢，这是川普心目当中 No.1 他最喜欢的一条法案了哦。好，所以呢，他真的会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吗？不知道。但是呢，川普似乎啊有意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氛围，然后营造出未来他要跟各国谈判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筹码。甚至呢，他如果真的宣布的话，那感觉就是所有的法条都在他心中了哦。他说啊，这他要来处理全球的贸易失衡的问题。好，那全球贸易失衡呢，其实这个词呢，就是川普第一届的时候他有提出来，他觉得你们全世界人都欺负我美国人，你们就搔头哈。他说你们全部人都欺负我美国人，你们就看着我美国人怎么样，我就是棒子很大，你们就随意把我当保镖吗？没这回事哦。所以他说这样贸易失衡，我要来好好解决一下，好，你们不要再利用我了哦。好，那这个关税到底他要怎么用呢？他要不要宣布这个所谓的经济紧急状态，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来看关税应该是势在必行，只是他要怎么做。那现在呢，很多人担心啊，说关税一下子加那么重的话，那通膨又起来怎么办？那于是呢，现在这个白宫有一些幕僚就给川普建议了，不要一次到位，我们慢慢来。我们这个每个月调升个 2% 到 5%， 不要让那个通膨一下子迅速的攀高，这样联准会很难做人嘛。所以我们就慢慢来。但问题是啊，对于金融市场啊，对于这个操作这个股市的人来讲啊，你真的温水煮青蛙，慢慢来真的最可怕了。你不如一步到位，你一步到位，一次反应完，然后大家重新回到正轨，重新回到那样一个关税环境下去操作还好一点。你温水煮青蛙，你一下子 2%， 一下子3%，一下 5%， 一下 2%， 3%， 5%， 哦天啊，被你烦死！每天你那个消息反反复复，你看你要操作股市，你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呢，这个现在这所谓的慢慢来、渐进式的一个调升关税的一个状况，到底会这样做吗？不晓得，问号。好，那既然你可能要调关税，应该是一个必然之路，只是呢，是拿来当谈判的筹码，还是你真的会这么做？然后你这么做了之后，你是一次就要调高，还是慢慢来？不晓得。但无论如何，现在有可能被加关税的国家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我们先来看啊，加拿大。你说加拿大这个一定觉得很为什么？我明明就是盟国，我把你当老大，结果你把我当什么啊？你没有把我当小弟不是吗？有人会宰自家小弟的吗？你是宰错人了吧？好，那加拿大现在也要开始反击啊，就是我是当你是老大，但是老大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时候，
我总不可能洗干净让你宰吧，所以呢，他也要有一点自保的，然后挣扎一下，对不对？好，来看他怎么挣扎哦。他现在开始列清单了哦，你就看到这个加拿大政府杜鲁多开始列清单了哈，这个1、2、3、4、5哈，然后清单啪啦啪啦列出来，大约呢清单价值是1050亿美元。他说这些呢就是万一啊，美国真的对加拿大课关税的时候，我这个清单就拿出来干什么呢？我反制你，我也要惩罚性关税，我惩罚你美国。这话听起来怪怪的，但是没关系，我可能打不到你，真的会这个怎么样很凄惨，但是我总会让你脱皮吧。好，所以加拿大这样讲了，他说好，我这个清单列好了，1050亿美元，你就不要动手，你动手我也动手哦。好，那你就好奇了，对不对？加拿大到底拿出什么清单那么厉害，会让川普哎呦，像蚊子叮一样吗？好，我们来看哦，这个加拿大放狠话，他说你要是敢课我关税的话，我也课你关税哦。到时候我要课什么关税？我课马桶的关税哦，我课你洗脸盆的关税哦。你就想说加拿大你发疯了吗？原来啊，这个美国很多啊，他们买的这个马桶，他们买这个洗脸盆，陶瓷都是从加拿大进口的。所以他说我到时候你这马桶很贵哦，我看你美国人怎么大便好不好？所以呢，你看现在这加拿大这感觉他的反制好像弱弱的，但是呢，这加拿大有一招，我觉得这一招你拿出来讲比那个马桶有用多了。他说啊。这个我有很多重要的矿产，是这个美国在这个经济转型当中很重要的矿产。那你现在呢，如果你不跟我加拿大买的话，你还有一个替代选择是中国，那你要跟谁买？于是呢，加拿大就赌在加拿大跟中国之间，美国应该会选加拿大，所以他就说了，这些矿产应该就是加拿大手中那个最大的筹码。你如果要扣我关税的话，我就矿产不卖你哦，比马桶好多了啦。这个杜多讲马桶，真的要笑掉人家大牙了。好，那另外我们就来看中国。中国呢，其实现在出现的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开始抢出口的一个状况了。你就看到大家啊，现在不断的从中国啊这个赶快买，因为大家都担心首当其冲的被特关税一定是中国。所以大家现在提前从中国拉货，买很多的东西先囤起来再说。于是呢，创造了中国难得的在疫情之后啊，经济非常低迷，创造难得的中国经济奇迹啊。我们来看，在2024年，中国的出口总额高达人民币的25兆元，哇，这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了，不得了，好高啊，好棒。好，那但是呢，又有一说，哎呀，这可能啊是这个川普要课关税之前啊，这个最后的一个疯狂了。接下来被课关税之后，还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出口额吗？那可能很困难了。所以呢，大家就说了，这一次啊。中国的一个出口暴增，就是因为大家预期到可能要被课关税，所以呢提前赶快先囤货的一个状况。好，那当然呢，你说不可能被动的挨打嘛，所以中国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制这些关税呢？有一说可能会让它人民币贬值，让它的一个货币贬值呢稍微的抵消一下那个课的关税哦，那但是你贬值会贬到多少？不可能放任它一直贬吧？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啊，人民币很可能会贬到7.5对1美元。好，那到底呢，这会不会是一个这个人民央妈心中的底线？我们可以再来看。但是呢，中国会开始不断的，你会接下来看到2025年，中国政府一定会不断的有一些经济的刺激方案。那不管是让降息、让货币宽松，亦或者呢是政策引导，让这个民间的一些这个消费啊，或者是让一些企业的投资更增加，你反正接下来会看到中国政府、北京政府一定会不断的拿出非常多的政策利多，鼓励政策，刺激大家，刺激他们的一个经济状况了哦。好，那于是呢，你就看到这叫做外溢效应。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现在也是非常紧张，很可能变成那个要被课关税的，就是欧盟。欧盟呢，感觉就是比较这个很害怕，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默默做一些事。他们欧盟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被这个川普针对，因为有北约的关系，所以呢，欧盟现在他们就私底下几个领袖又不敢那种开一个高峰会，然后大家一直说我们来因应川普怎么样，川普会生气啊，觉得你们大家是干什么？串通起来怎么样忤逆我，是不是？我太上皇所以呢，这个欧盟啊，就是偷偷摸摸的
打电话那个我们那个好不好？我们那个稍微这个舒腾一下好不好？于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欧盟最近主动妥协的动作，比如说他们有意无意就讲说，那个美国的商品很不错啊，那个液化天然气我们买美国的很不错啊，能源美国有啊，感觉就是有意无意的就在告诉川普说，我会多买你的东西，你别急，我会买很多东西，我会让你们赚很多钱，可不可以不要对我下手？所以你看到他们主动的妥协川普应该有看到，川普最喜欢人家示弱，川普最喜欢人家在他面前跪下来，最喜欢人家在他面前弯腰低头，所以呢，欧盟这一套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咯。但是呢，欧盟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呢是腰就弯下去，另外一方面他们跟加拿大一样开列清单，洋洋洒洒列清单，你万一对我动手的时候，我要用这些清单反制你。但这些清单反制你，哎呀，看起来就是跟加拿大一样，就有点弱弱的哈。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它的这个关税清单呢，它特别就是找那些支持川普的州下手，支持川普的州生产什么，他就把它列到清单上。比如说威斯康星州哈雷机车就被他列到清单当中了哈。肯塔基州 whisky 柳橙汁就是这些花生酱、牛仔裤、化妆品，就这些东西列在清单上了另外，欧盟现在还担心一个，欧洲过去呢跟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但是呢中美之间开始有一点贸易摩擦之后现在欧盟有点尴尬。那现在川普又回来了，他更尴尬。欧盟很担心，万一呢这个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大战打到他池鱼之殃怎么办？那你说怎么会打得到他？他担什么心啊？他担这个心。他说万一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这个贸易往来迅速下降，因为关税的关系，那中国会怎么样刺激它的经济呢？它还是产能很大，于是呢，它可能会大量把它的商品卖到其他市场，欧洲市场。于是呢，他就很担心说，哎呀，这个中国东西 CP 值很高，性价比高东西便宜又好，那万一卖到欧洲市场来，把我们欧洲的企业都打趴怎么办？所以欧盟现在担这个心，所以呢，欧盟现在也很担心说，万一中美之间这个大国博弈贸易大战，他们被波及怎么办？所以现在一样也列出很多清单。他说万一这个中国万一东西都要卖到欧洲市场，他要怎么样反制？又列了一个清单，他也要课中国关税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全世界都很担心川普这个关税人如何出招，他们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脚本，要来推演，要来因应，到时候呢，川普对他们怎么样？出左拳的时候我要怎么挡？出右拳的时候我要怎么躲？好，用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关税就是两面刃我们给大家一个统计数字当今天的结论。这个统计数字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关税如果真的开始课之后，就会开始让全世界的 GDP 都开始往下降。好，那个别的，当然比如说像中国有一个评估数字，就是如果真的如同川普所说课的那个数字的话，可能中国的 GDP 呢会被拉低 1.3%， 那欧盟呢可能会被拉低 1.1%， 全世界的 GDP 都会被拉低。所以呢，你看到了当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去对其他国家出手的时候，伤害的是全世界所有人，连他自己国家可能都会通膨所苦。所以呢，这关税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难讲是怎么说怎么评价他的一个这个手段了但无论如何，川普现在没有在管别人，他一心就想要为他自己的历史定位。他说美国要非常有利益才行，无论如何美国就是要那个有最大收益的，就是有最大的获益的人。那其他国家呢，你要倒一片，你要穷死，你要亏死不管所以这就是川普咯。那现在我们又重新赢回了川普 2.0 的时候了。那川普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做关注了。这是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